乌克兰战争已经快进入300天的大关，关于普京如何结束俄乌战争的方案，终于有人做了回应。据12月4日的媒体报道，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俄罗斯慈善组织纪念的联合创始人伊琳娜·谢尔巴科娃表示，普京不太可能同意通过外交手段结束乌克兰战争。他说，只要普京政权还在，就不会有外交解决方案。他认为，普京关于结束战争的立场是悲剧性的，军事手段可能是他解决冲突的唯一办法。这诺贝尔和平奖得主都发话了，难道普京真的要死撑下去吗？之前的普京签署的局部动员令就是他死撑行动中的一个措施。根据俄罗斯文件显示，尽管普京在10月31日宣布正式结束部分动员，但俄罗斯当局仍在继续动员俄罗斯公民。这明面一套让自己占理，背后一套让自己有力量。普京政权真是把权力玩明白了。甚至还是俄罗斯国民警卫队参谋部特地发布了一份文件，称普京宣布结束动员选项并不意味着部分动员的结束，普京最初的动员令继续有效。而俄罗斯这一系列行动无非就是想让乌克兰掉以轻心，背后谋划着更大的军事动员。只不过理想很美好，俄罗斯的现状实在太残酷了。随着俄乌战场上俄军损失的不断增加，俄罗斯公众对俄军在战场上的表现越来越不满，其赞成继续战争的俄罗斯人已经来到了历史最低点。根据俄罗斯国内的民调显示，8月到10月以来，赞成俄罗斯继续在乌克兰军事行动的受访者从 44% 下降到 36%， 而认为俄罗斯应该开始和平谈判的人从 44% 增加到 57%。 可以看出，俄罗斯人对战争的支持率正保持小幅持续下降的态势。而列瓦达中心的调查结果又与11月克里姆林宫委托的内部民意调查相似，后者发现 55% 的俄罗斯人赞成与乌克兰进行和平谈判，只有 25% 的人赞成继续进行战争。连克宫官方都站了出来，可以见这份数据的真实性。如果目前的趋势不变，俄罗斯内部会发生巨变吗？只要俄军战争表现持续走低，造成俄罗斯人大量伤亡，俄罗斯国内的公众对战争的士气和政治支持必然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持续下降。俄罗斯国内的社会政治动态就越可能对克里姆林宫不利。从目前的态势来看，尽管俄罗斯当局努力对信息环境实施无孔不入的控制，但自2022年9月的部分动员以来，许多俄罗斯人好像都明白了什么。自家军队在前线进展的并不顺利，现在随着越来越多的信息传回国内，整个俄乌冲突的现状对俄罗斯人来说已经变得越来越具体了。而且英国军情局认为，俄罗斯不太可能在未来几个月内取得重大的战场胜利。对克里姆林宫来说，保持民众对战争的默许可能越来越困难，所以火力军相信之后支持继续战争的俄罗斯人会越来越少。俄罗斯公众之所以对这场战争的不满，很大程度上是与俄罗斯军队的伤亡有关。那么究竟是多大的伤亡让俄罗斯公众对俄军失去了信心呢？之前火力军的视频就提到过，从2月28至11月底的俄军伤亡人数应该在6到8万之间。仅11月份，俄罗斯军队就应该有超过15000名士兵阵亡，数万人伤病。此外，俄罗斯人还损失了数百辆坦克、步兵战车和其他武器装备。感兴趣的人可以翻看俄军伤亡10万人这个视频。而据乌克兰国防部12月4日的战报显示，目前已有大约91150名俄军阵亡。乌军摧毁了281架固定翼军用飞机，263架攻击和运输直升机，2922辆坦克，1908门火炮，5892辆装甲运兵车和步兵战车，以及大量其他装备和弹药。俄军高层在战场把士兵当炮灰用，死伤这么多人，真不知道在俄罗斯公众知道真相后，俄招兵部是否还能招到人。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俄罗斯占领军正继续在被占领区动员乌克兰公民加入俄罗斯军队。乌克兰抵抗中心12月3日的报道说，在被占领的顿涅茨克马基夫卡，俄罗斯当局对排队领取瓶装水的乌克兰公民发放动员传票，强迫他们在当地军事委员会登记。俄军这是想让乌克兰人打乌克兰人呐，性质与娃娃兵一样恶劣。如今
9个多月的战争和数以万计的伤亡，真的是时候让俄罗斯公众重新思考，总统普京对乌克兰实施的特别军事行动是否正确？其征召的30万人的部分动员，为什么没有帮助俄罗斯扭转战争颓势？是否真的被当成了炮灰？比如美国情报部门负责人艾弗里·海因斯就曾暗示俄罗斯军队根本没有做好冬季作战的准备。他表示，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现在正在走下坡路，乌克兰部队拥有冬季作战的优势，至于是什么优势，火力军觉得是弹药储备的优势。随着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战争进入第10个月，俄罗斯军队正在以非同寻常的速度消耗着弹药储备，而且他们自己可能没有足够的能力自行解决武器替换和弹药补充的能力。加上军费紧缺，俄罗斯目前没有能力在本土生产他们在这个阶段所消耗的全部武器装备。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能看到俄罗斯试图去其他国家获得弹药的原因。具体而言，就是俄罗斯的精确弹药储备所剩不多了。目前，美国情报界和盟国正在密切关注俄罗斯的弹药储备状况。数据显示，俄罗斯2月份时拥有约900枚伊斯坎德尔弹道导弹，约500枚开布尔海基巡航导弹和444枚空基巡航导弹。截至10月12日，俄罗斯联邦只剩下124枚伊斯坎德尔导弹，272枚卡利布拉斯导弹，213枚 KH-101 和 KH-555 导弹，或共计609枚高精度远程导弹。10月份之后，俄军又对乌军实施了多轮轰炸，多处地区的基础设施、能源设施都遭到俄军精确弹药的袭击，俄军精确弹药量已经岌岌可危。另外，情报界还跟踪到俄罗斯从朝鲜获得了一批火炮弹药，只是数量并不多。同时，俄罗斯也正试图从伊朗获得更多的精确弹药。单伊朗向俄罗斯提供的无人机就帮助其袭击了乌克兰电力基础设施。虽然武器是伊朗的，但最后还是要俄罗斯负责。俄罗斯这种对乌克兰电网、天然气供暖和其他民用基础设施攻击的行为是令人愤慨和非法的。而俄军之所以采取这么低劣的手段，无非就是想要破坏掉乌克兰人的战斗意志。但从目前而言，似乎并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这种做法正在取得成功。即便时间的推移，这种破坏可能会产生一些结果，但影响多大，完全取决于乌克兰关键基础设施的弹性，以及西方国家帮助乌克兰保卫这些目标的能力。就西方国家而言，雷神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格雷格·海斯虽然对毒刺和标枪弹药在乌克兰的使用速度以及后续补给表示了担忧，说在战争的前10个月，乌军部队就基本上用完了13年生产的毒刺和5年生产的标枪数量。但是雷神公司和洛克希德马丁公司依旧会以每月可制造约400枚标枪数量表示支持。而且美国陆军部长克里斯蒂娜·沃姆斯，他的部门已经向工业界推送了60亿美元的合同，以帮助补充弹药，其中就包括雷神公司和 BAE 公司制造的神剑精确制导炮弹，以及雷神公司和康斯伯格公司的国家先进地对空导弹防空系统。加大生产的好处是，这既能帮助乌克兰，又能帮助美国重新建立弹药库存。总之，冬季的到来可能会有利于乌克兰部队加快战斗的步伐，而俄罗斯军队的行动在急剧上升的伤亡率下已经放缓了不少。现在大部分战斗发生在顿涅茨克地区。12月3日，俄罗斯军队继续在巴赫穆特周围开展进攻行动。乌克兰总参谋部的报告说，乌克兰部队在巴赫穆特东北13米处的索莱达和南部4公里处的奥皮特内附近击退了俄罗斯的进攻。另外有消息称，乌克兰部队已经跨越赫尔松对面的第聂伯河，到达了东岸。12月3日，乌克兰卡尔森特种部队公布了乌克兰军人穿越第聂伯河到达东岸，并在岸边的塔吊上升起乌克兰国旗的消息。这是俄军入侵以来乌克兰国旗首次在第聂伯河东岸飘扬。这次成功的行动标志着乌克兰部队已经开始为进攻克里米亚做准备。如果得到证实，这次有限进攻将为乌克兰部队展开对第聂伯河东岸的行动开辟道路。反观俄军有什么作为？龟缩一地，依旧采用袭击乌克兰境内基础设施的作战套路。12月5日，俄罗斯朝乌克兰至少发射了约70枚巡航导弹。
乌克兰声称有60枚导弹被击落，主要是有1枚导弹落入摩尔多瓦境内，可见俄军导弹精度就差得离谱。受到当天乌能源设施遭俄导弹袭击的影响，乌克兰国家能源公司表示，部分电站无法满负荷运行，因此乌克兰全国将实行紧急限电措施。若真如伊琳娜·谢尔巴科娃所言，普京不打算采用外交手段解决俄乌问题，那战后的俄罗斯还能保住世界第2的宝座吗？且不说这场战争到底谁输谁赢，即便俄罗斯赢得了最后的胜利，真的侵占了乌东4州，他们也无法再重回世界第2强国的位置，而且其国内的综合情况也将会变得一塌糊涂。从冲突一开始到现在，局势就一直朝着对俄罗斯不利的方向发展。俄罗斯现在之所以还打仗，就是想将国内矛盾转移出去。战争一旦结束，俄罗斯首先要面临的便是巨大的经济压力，以及后续该如何发展。其次是如何安抚国人和士兵们高涨的厌战情绪，以及最重要的武器装备库存明显不足，后勤补给出现中断，国际关系被孤立，如何承受来自西方的各种制裁等问题。或许对俄罗斯来说，他们现在更想要的不是胜利，而是如何能体面地结束这场战争。毕竟开弓没有回头箭，他们需要对俄罗斯国民一个完美的交代。其实俄罗斯不是没想过尽快结束这场战争，之前与乌克兰谈判，想对欧洲和西方国家恢复供气等等，就有这方面的意思。但俄罗斯谈判的条件太苛刻了，总是想贯彻他们自己的强盗逻辑，承认乌东4地是俄罗斯领土，乌克兰怎么可能会接受？而以供气方式要逼迫欧洲，这不就是一种要挟行为吗？总之，俄乌冲突结束后，俄罗斯无非面临2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就是俄罗斯赢得战争胜利，俄罗斯收复乌东4州，克里米亚争端也彻底解决。这样的局面或许是俄罗斯最希望看到的。但俄罗斯也需要为此付出代价，因为他们将要面临来自西方铺天盖地的各种制裁，西方和欧洲等国家与俄罗斯的关系也会彻底决裂，这会严重影响到俄罗斯的国际地位。所以说，就算是打赢了，对俄罗斯来说，日子可能也没有那么好过。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打赢了，他们内部一定不会乱作一团。只不过以目前形势来看，俄罗斯最期待的结局是不可能实现了，所以就有了第2种情况，那就是俄罗斯打输了，撤出了战场，乌东4州彻底丢失。最糟糕的情况，可能连克里米亚都丢掉了。输掉战争，俄罗斯的经济同样会遭受崩盘的命运，因为来自西方的各种制裁必然会如期而至。并且按照俄罗斯的发展历史来看，如果战争失败，俄内部应该会发生较大的变故。可见这场战争对俄罗斯而言，输赢已经不重要了，因为不管赢也好，输也罢，俄罗斯都将面临最糟糕的境遇。好了，关于俄罗斯的现状，大家还有什么想要补充的吗？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我们一起讨论。本期视频内容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